大家好，今天是8月10号，比特币4个小时昨天给了一笔多单建议，也是没想到盈亏比会一度拉升到近1:4啊。那今天再给的多单建议还是维持昨天的不变，就4个小时里面的这一条60MA 绿色的均线是很爽的一个开多的位置，因为下方的支撑其实已经撑了几天，1根、2根、3根、4根，包括今天早上又压回来，那不就是很爽的一个开多点位啊？下方的支撑止损就1%啊，200美元的一个空间。今天视频也要来讨论一下，为什么这个位置会有很强的一片支撑区，它会去破这个支撑吗？我们要来揣测一下多方的主力跟空方的主力，特别是多方的主力目前的心态到底在想什么，或者是下一步上涨的目标有没有可能不是在26000，有没有可能去3万？在复盘之前，可以订我们的 YouTube， 也可以加入我们 Discord， 上面有程序交易的买卖信号，也可以用我们邀请链接去注册，像 BNOK 防用永久20%。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位置为什么是很爽的一个开单位置。4个小时，它已经撑了好几天哦，一个下影线，2个下影线，3个下影线，4个下影线，今天早上又压回来，那就大胆在这个位置开多。开多你止损设一个1%，很爽啊。就200美元的一个空间，因为这个位置确实是非常强的一个支撑区啊，大致是在22600美金。昨天的这个位置给的建议就是在这个60MA 附近，它虽然是有破，止损没有到，不过我也是没想到盈亏比会拉得这么高，一度来到接近1:4。超短线上你不然盈亏比就是亏损设一个1%或者是2%，那你盈利的一个目标，你如果也设一个1:1的话，就是大致也是2%的一个盈利就平仓掉嘛。所以我给的一个止损是1%，因为这个位置确实是很重要的一个支撑区哦。我们要来揣测一下目前主力的心态到底在想什么，那就这样子来思考。前波在这个位置不是破下去嘛？我当时在低点的时候有跟大家讲过，有可能这个位置整理的区间下方就是一个坑，从1个小时是更明显啊。可以看一下前波的这一个坑的位置哦，当时这边1个小时是很明显的一个平台整理区，它不是放量嘛，2根量出来要拉上去，但是遇到这个压力后面是在破位。我在低点的时候跟大家讲，有可能这个位置就是主力挖的一个坑，它是在静待美联储要加息，全市场都知道肯定是要加息，因为 CPI 那么高嘛，9.1肯定是要加，那既然全市场散户都知道的利空就不是利空，后面是真的上去啊，在这个位置给大家命中为止。那现在已经是来到这个位置，我们就要思考一下，主力不是挖坑的目的已经达到，而且他利用这种长 K 线表态，已经表态出来了，表态完以后在这边整理区，那这个位置就是很强的一片支撑区。他如果是多方的主力，我是主力的话，我不会让价格再回到这个我表态的一个区间，因为这是真金白银实打实拉上来的。我们可以看一下4个小时是更明显啊，就是真金白银实打实再拉上来了。如果是多方的主力，我会蠢到再把这个位置给破到这个下方，重新破到这个下方，让很多资金重新再上车嘛。所以我的思考就是，我们在这个位置尽量以开多为主啊，确实是很爽的一个开多的点位，尽量要站在多方。还有一点是这样子啊，昨天有聊到的，就这个通道嘛。通道它是已经突破了，突破的话，但是下方的量能并不是很明显哦。4个小时的量能并不是很明显，特别是在这一根突破的时候，量能也并不是很明显。现在是又压了回来，那有没有可能就是它突破通道又来测这一个是不是有效突破？也不一定哦，因为整理的形态它有可能还不算是一个突破，它还是在这边整理，就类似一个大矩线。我们可以看一下前面画的这个矩线，就是前几天在高位的时候就跟大家画出这个矩线，已经好几天了嘛。反正你去看一下我 YouTube 上面，已经好几天都是跟大家画，目前的位置有可能就是在矩线。这个视频也是画一个矩线，这个视频也是画一个矩线。那我们尽量就以矩线来判断，你如果要超短线，尽量短为主，就是这样子啊。至于上方的压力，我昨天为什么来到这个位置就会有压力？不要忘了，上面高位的话有一个空方的吞没，那这个上影线就是达到这个区间啊，这是一个平台整理区，其实上面是一个奔走整理的一个陷阱。反正未来一段时间我们也要去留意一下，
尽量把这几个全部关掉来观察吧。就这个平台也是很重要的一片压力区啊，可以看一下这几个下影线、下影线、下影线，或者是这个收盘的一个点位，大致就是在23600附近啊，有一片很重要的压力区。下一步如果要上去的话，我们尽量要去观察一下这个位置到底能不能过，过的话有可能是不是要再开启一波上涨，当然能不能大涨也不一定啊，有可能整个日线都还是在这里，时间是没有到位，因为已经讲了好长一段时间，60天的一个均线在日线级别里面，它目前都是下弯的一个结构，有可能还是在这边整理。至于它要整理成什么形态，是不是一个旗形也是不排除啊，有可能就是一个旗形啊，拉上去飘旗子啊，飘旗子什么时候会突破？如果是在突破的点位你要买的话，我的观点是，我们右侧的一些资金你尽量控制仓位去追哦，因为底部买的仓位我是一直舍不得买，现在有可能时间还没有到位，还有这一周过完的话，下一周再过完才有可能整个60天的成本才来到这个地位，这一条均线才有可能会上翘。目前的成本还在这个区间啊，这一周过完，然后下一周再过完，有可能会来到这个位置。到时候只要它价格不往下去破，当然也不排除万一是往下破，那我的观点是我们手上也要留一部分资金。然后我们再来聊一下前面跟大家讲的，就是上涨的目标到底会到哪里？因为前面也是有跟大家讲过，这是一个底部嘛，底部它不是平台突破嘛，突破从这一个上方一个等级的话，下一步去观察一下有没有可能去挑战这一根 K 线的开盘价附近，它是爆大量，有可能全部都是散户在买的，因为下方都是有量，所以我估计应该是要去26000。那有没有更高的点位？不要忘了，整波熊市的话，我们如果以这个高位去计算它的一个黄金比例回撤，就是反弹嘛，反弹 0.382 是在大约是在26000。我前面一直在讲，不是，是在29000。我前面一直在讲26000，其实是已经是很保守的，我都不敢跟大家讲有没有可能去29000。那有没有更高的高点啊？29000过的话，反正我们底部买的筹码，我的思路就是长久给我爆啊。这个位置29000不排除是很重要的一片压力区，到时候我们要尽量留意它是不是时间到位以后才会去突破。突破的话，那我跟大家讲，上方上看的目标就更高了。这是从48000来计算它的一个黄金比例。那如果从历史最高位到低点计算的黄金比例 0.382 的反弹，37000哦。所以下方买的筹码尽量就给我爆吧。最后还是一样，可以点我的 YouTube。